Hello，大家好，我是九九，欢迎收看今天的九九健康咖和健康1+1双频道同步直播。那今天呢，主题非常特别，也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你家里的样子和你自己目前的状态有多么相关哦。但是我首先要先了解一下，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家里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也容易烦躁跟低落。那当我们的空间变得干净又整齐，那就好像人生也跟着清爽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断舍离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怎么说？其实很多人透过收纳，不只是把东西归位，更是把自己找回来。有人因此开运赚到钱，有人因此脱单翻转人生。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第一位到府整理师、收纳教主廖星云廖哥来跟我们分享他这几年透过整理如何帮助无数人走出混乱，走向光明。如果你也正卡在低潮，或者是压力爆表，觉得人生走不下去，也许我们从一个抽屉开始就可以找到出口。我们欢迎廖哥廖星云。 Hello， 廖哥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真的廖哥很开心你又再回到我们健康1+1直播，因为其实好多人真的上次听完你就是收纳翻转人生之后，很多人其实心里真的有同感，觉得好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跟你谈谈，在你整个的收纳经历过程中，我们还有什么样还没有挖掘到的一些其实跟我们人生都有相关联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讲说整理收纳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有的人整理完之后开运赚到钱，脱单翻转人生。因为您也提到嘛，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这听起来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廖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例子呢？其实我觉得我遇过很多他可能原本运势没有很好，可是他在整理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整理就是在等于是看一下你的过去的这些，然后选择你现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在这个抉择的过程，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我觉得我很多客户都是在整理干净之后，真的会有好事发生，就是家里变得更舒服了，而且运势变好以外，还赚很多钱。是，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廖哥，就是说在您为什么就是他会透过就是整理断舍离，它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呢？其实我觉得断舍离是一个抉择力，等于是你的无论是你的思考，然后你的抉择都会变得更好、更精准，而且更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之所以被这么多东西困住，有一个最大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的时候，就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舍不得丢，然后每一样东西都要留下来，所以才会这么困扰，被这些东西困住。但是只要你愿意断舍离，你会发现当你把你不需要的东西清除，你其实过得更清爽，而且你会更知道自己要什么。是，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哦？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上次的直播有跟你讨论过，但是我们这次要讨论一个比较，可以说是大家可能心中会有一些关联的。因为其实当我们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一点点的心有戚戚焉吧。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买很多的漂亮的衣服，很多好的鞋子，可是都舍不得穿。那通常呢，等到已经放很久了之后，发现它已经坏掉了，变质了。那我想请问说，您在你的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有没有也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有啊，超多的。像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客人，他说他结婚的时候，老公送他名牌包，然后他总是觉得我一定要什么场合我才用这个名牌包，或者是我一定要在很厉害的时候我才需要用到它。我现在就把它供在他的衣橱里面。结果呢，10几年后他都没有使用，因为他舍不得用。然后他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天哪，他hooky，他就是整个那个都掉屑屑，就像图片上看到的这样，就是不管是衣服、包包都一样。你如果不用的情况下，它很快的它就是会脆化，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是，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就是我发现这样的例子应该是蛮多的。那您的
整理过程中，你发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们买到这样的我们买到一个很好的，比如说可能名贵的包包，或者是家里送给你一个名贵的包包，或先生啊，你为什么会舍不得用呢？然后到最后它真的不能用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惋惜，这个怎么去理解？我觉得舍不得用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它。其实，在你潜意识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然后我好像不够好，不值得去用它，或者是总觉得也许我要在哪一种场合才会用，这种感觉其实是自我暗示，就是暗示你还配不上这个东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去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现在很棒，我值得用这样的东西，我值得用好东西，我觉得这是更好的。是，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您的这个收纳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我可以请教廖哥，你之前你在收纳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就是帮助你的客户啊，然后你跟他聊过吗？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照片的那个案例？你说就是他的东西都放到就是坏掉，然后觉得对，然后你有跟他聊过然后他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他可能会说这个竟然坏掉了，这个我都舍不得用，我1年才用过1-2次，或者是说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用，大部分都会是这样，然后觉得很悔恨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会不想要用它？这样他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场合用，或是我觉得自己不配。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跟他的童年也会有关系，所以我问他说。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他就说他是排行老2，然后永远都在捡哥哥姐姐给他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就是应该说他是排行比较小的，然后所以都会捡人家给他的，甚至是什么邻居给他的东西，可是他都没有用过自己新的东西，这样，所以他在他长大之后拿到这个别人送他全新的，老公送他全新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我真的可以使用它吗？我真的现在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拿别人二手的，我从来没有一个自己新的东西的时候，当我有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够格，不值得用这样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回溯到他们小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这是因为他的背景，然后导致他会觉得自己不配用这个新的东西。那觉得就是如果有人像就是您刚刚提到，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啊，因为或者是说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因为我自己也是家中排行第2，然后我发现就廖哥你这些案例出来之后，我就会感觉我好像回溯我自己也会有这个，我很想要拥有，但是其实我拥有之后，我还是可能会去用我经常过去使用的一些东西，反而不会就觉得很舍不得，因为觉得好漂亮，然后就是可能用完之后它可能会变旧啊，就觉得很舍不得。那我可以请教你，就是说你怎么样，就是透过这是盲点，就是这个他就为什么人会有这种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中，然后找到一个自己的盲点，然后你怎么样让他能够放下那个过去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活在这个当下，我们可能都觉得我想要以后有机会来用，或者是我想要哪一天就我觉得我要用的时候才用。可是你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它被生产出来就是要支持你的，就是要给你使用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当下就去用它，因为你要变成值得应该说你要变成配得上这个东西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就是当你自己对你自己有自信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来支持你的，而不是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自己还重要。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可惜。如果可以的话，好好的告诉自己，我现在很棒，我值得用好的东西，我可以享受东西带给我的好处，这样子。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我想可能廖哥您在就是跟你的客户
就是服务他们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也发现了，我想。因为上次跟你聊过，我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在一个整理的过程里面，断舍离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好像只是舍去一些东西，而是你去找到你心里面你最需要帮助的那一块，而是就是它会透过整理的过程中，你会找到它，然后你会放过你自己，有时候是给自己真的是太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上次跟你聊完之后，我自己也特别的有感受。然后我跟一些朋友啊也聊过这个问题，然后很多人看到你的这样上次的分享之后，也觉得哇，原来我们值得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好人生，我们本来就有了，可是呢，我们可能没有去好好的珍惜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去抓到那个比较旧的，对，所以我想再次请教廖哥，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舍不得用的盲点，然后开始去用这些喜欢的，然后昂贵的东西之后，他的生活有获得改变吗？没错，差很多哦。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舍不得，对不对？可是呢，我是不是请他，就是你要变成配得上这个东西的人，那他因为拿出来用了，那这个东西被使用的情况下，它会散发一个很好的能量给你，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会支持你，然后你值得用这个好东西。所以比方说，不管是名牌包啦，或者是舍不得穿的衣服啦，舍不得用的，舍不得吃的，不管是任何舍不得的，只要去使用了之后，会突然觉得，哇塞，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美好。那你可以看一下图片上这个，就是有很多人他只是想要购买，他没有真的穿，没有真的使用。那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你看吊牌还在，但是这些鞋子全部都坏掉。所以我觉得舍不得用是更大的浪费。是，我想其实刚才廖哥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有那我就很想知道了，就是要跟你这样说的话，你在服务你的客户的过程里面，你有告诉他这个问题吗？然后你的客户是怎么样的表现呢？告诉他，我觉得其实他们都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他们没有想过，他只是觉得我就是觉得很珍贵啊，所以我要把它放着。但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心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在这个生命中是这么珍贵的存在，然后你值得用好东西，你值得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他也会觉得原来我可以透过整理，然后找到我真正需要的。那我想其实刚才廖哥您刚才讲的这个点啊，我想很多人大家就是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个旅程过程中，那你是不是会累积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也是觉得在你的内心深处，因为这个真的要找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真的不配去使用它，然后我是需要，我要好好的爱惜我自己，然后你要好好的去用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下。那我想在借这个机会思考的过程中，我想还是要提醒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呢在啾健康咖，这个是啾的新频道。那这个是继健康1+1之后呢，啾开了一个新频道，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帮我们订阅一下，让我们这个频道呢也可以重新让它可以更多的民众可以更喜欢，好吗？然后如果你也觉得今天的话题其实很多人也很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廖哥。比如说我们就很多东西舍不得用，那自然也舍不得丢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例子哦。但是我们的生活空间真的是很有限，如果说真的是舍不得丢，就感觉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廖哥，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让你在收纳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好吗？我前阵子去一个家，然后那个女生呢，她打开门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她，我们吓了一大跳，因为她眼睛啊是像一黑洞一样，就是完全无神。然后她就跟我说，
他很想要整理，可是他总觉得这些，因为他们家好多好多纸袋，全部都是纸袋，到处都是纸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很想要整理这些纸袋，可是我总觉得这个都还能用，然后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放手，然后累积的速度比使用的速度还快，那我到底该怎么办？这样，然后于是呢，就像画面上这样，我就是蹲在那里，然后把它所有的纸袋拿出来。那很多人呢，就是会想要先从比较烂的纸袋开始看。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你要从挑选纸袋的话，你一定要从厉害的，就是精品纸袋开始看，因为精品的我们都很喜欢，我们一定会留着，对不对？我们先把我们的就是抉择的那个标准定在比较高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看这精品纸袋，再来看好一点的纸袋，再来看普通的纸袋，再来看很烂的纸袋。你从前面厉害的开始看到最后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那种比较 heavy 的、比较弱的，或者是承重力比较不好的，然后可能把手是那种纸的，然后很容易断掉那种，他觉得这些那这些就可以不用了。就因为这样子哦，我们是先从好的开始看到最后之后，他突然觉得好，那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把这些纸袋就是比较弱的，然后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然后我们就帮他捐赠到家乐福啊，或者是其他超市也都可以。哦，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廖哥，因为您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我们刚才有很多观众有很多同样的反馈哦，就说真的舍不得，到最后都变成浪费啊。然后很多像 Angel 他说我也是收着好像最后就坏掉了，也没用到。然后现在可以用到的，它的价值就是要去用，就是可以用的都拿来。他说现在我是可以用的，我都拿来用。然后而且他说 Angel 就说就是 Angel 他说东西买来就是要用，不是留着存着。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然后刚才你说的，他说这些纸袋我也很多。如果现在你正在看直播，你觉得你自己也会很多纸袋的朋友，麻烦你也可以帮我们留一下。你说我也是，我觉得我们一起来找到这个问题。那你上次你帮他做，就像刚才这个客户，你帮他做纸袋啊，这个收纳之后，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吗？像这个案例，因为他其实在整理纸袋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他总觉得这些纸袋都可以派得上用场，然后可是真的要用的时候，他又有点找不到，因为太多了，反正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可是呢，当我们有系统的依照他的逻辑，比方说我们把精品的纸袋，还有你要做作品的纸袋，还有这个呢，就是比较坚固的纸袋，送礼可以用的。总而言之，就是依照他的逻辑把它分出来之后，他突然觉得哇塞，我现在可以掌握这个数量的时候，我就觉得安心。那人都是这样，你会囤积东西就是不安心，你觉得也许哪天要用怎么办？我很紧张嘛，对不对？我很担心未来。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掌握数量，你知道你拥有了，就是你知道这个的数量是这边，然后我要用的时候，我不用担心，我不用害怕，你突然就可以好好的放手了。对，我想其实要跟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会担心到时候要用的时候没有了，就是我们都有一种忧虑跟担心。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开放一些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也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如果你也觉得在你可能你自己也要想断舍离，但是你也面对一些你放不下的东西，如果你有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请廖哥来帮忙回答一下，我们再来跟廖哥再讨论。因为听说舍不得用，其实背后有涵盖着对于过去的执着，然后对于未来的不安，这样听起来好像可以理解哈。比如说例子就是书、家具，舍不得用。我跟你讲，我家真的是有书，然后我现在就是会说，哎呀，你这个书应该是你不看了，你可以就是捐给别人。但我会觉得好像要留着，我可能之后还会拿出来翻。那家具可能家具就还好啦。那这些东西就是说可能担心以后会用到，或者是有一些物品是比如说上课努力记下的笔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又会更舍不得丢。廖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拍照保存，人是这样哦，就是你没有看到的时候都还好，翻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都充满回忆，可是其实你早就忘了，说实话你早就忘了，就是
我们的记忆有限嘛，所以比较嗯不重要的事我们就会遗忘。那一样的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珍贵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拍照保存，然后让记忆存在这个照片里就好了，不一定要拥有那个实体的东西。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空间。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也可以选一个，就是挑一个代表性的，比方说我想要找前3名就是最好用的，或是最值得留下来的笔记，这样子就够了。我觉得不一定要全部都留下，而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标准，就是我只需要哪一些，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拍照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可能即使你真的不会再去使用它，那你就是只是舍不得，也真的不会再去看它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拍照，然后把你觉得好的东西你就开始先用。还有一个其实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前不久因为要做廖哥这一集节目，我也看了一下，有一些大部分就是民众他的想法。我就看到有一幕就是有一个垃圾车，垃圾车里面就丢了一张那个好像结婚的照片。我知道，对对，然后就说其实你拍这个照片，你可能最后还是会把它丢掉啊，你可能不会，你看没有地方去保存它。那当然就是其实你可以放在就是你知道，它就是印下来的那种也很大张的那种家庭的照片。那可能你其实真的是不会去用它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就拍的那个过程中是一个很美好。或许现在因为有 digital 嘛，你就是有数位的，你就把它存成数位的照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然后你想看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看，我想这也是比较不占空间，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断舍离，或者是我们把家里就是新旧的东西，或者是有用没用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当你真的要用它的时候，你就找不到它了，真的找不到。我个人就有血淋淋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哎呀，我自己觉得可以，我一定可以找到，但是那个 moment 我真的找不到，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廖哥这些案例真的就很值得我们可以深深的思考。好，那我们再讲一个，其实说到这些案例真的是还蛮多的。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一家之主，他很努力赚钱养家，但是很快他因为生病过世了，留下了很多遗憾。那这里面包括他舍不得穿的衣服、使用过的物品。那有案例就是女主人省吃俭用，存下了一大笔钱。我觉得这个华人真的还蛮多的。我想不只是华人啦，就是我们所接触的一些人真的还蛮。结果过世之后，那个钱真的被小孩拿去赌博，然后就把它花掉了，就很快就花到没有了。就那些买了又舍不得用，存了钱也舍不得花的之后，真的到离世之后，其实通通都带不走。那它只是变成遗物还有遗产。当然不是说都不要存钱理财啦，当然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不要那么极端。但是这些例子好像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会我们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我自己看过这么多案例，我都会觉得，你看我看过那种阿嬷，她可能省吃俭用，她只吃那种白粥，然后吃那种腌制品，然后很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存下一点点钱，可是他的子女咻，然后就全部分光，然后一下就花完了。可是你看这个几十万可能是他存了好久好久，他从来没有吃过好一点的东西，从来没有出国玩，然后从来没有对自己好一点，那就这样离开了之后，留下这个钱却一下子就被挥霍完了。那我觉得你来这一趟的生命价值非常可惜。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人去想一想，你这些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东西其实是很可惜的。如果你希望此生非常值得，每一刻都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话，现在开始就好好的过你的生活，然后好好使用这些东西。该花的钱也是要花，钱没有不见，它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当然不要是很挥霍乱买东西，而是把钱花在体验上，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你去体验一下这个世界，体验一下这个你从未接触的事情，那你会发现金钱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很棒的，就是你可以让它花得更有意义。是，其实耀哥你刚才讲说把钱花在体验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把钱就是要放在物质上，可是我觉得其实
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物质的充沛，它让你的生活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是一部分。但是很多人的精神生活，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啊，你可以去学习啊，你可以做一些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你甚至你有很多余的钱。我觉得有些像之前我在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友善的人，他其实把他的钱，他很省吃俭用，他把他的钱都捐出来给有需要的人，这也是你把你的价值增大了，哇，你的人生价值就变得很丰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你帮助别人，你身体的免疫力会提高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反而是对我们自己个人一个很好的馈赠，这个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大家也不妨去思考一下，你怎么善用你有的这些珍贵的物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案例哦，就是其实我知道廖哥你本身也是遗物整理师，那您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很多情况，想必你一定很有感触，所以接下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呢？我曾经有去过一个家，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家很多东西，就是那个妈妈她买很多很多东西，要买很多衣服啊、鞋子啊、包包之类的，可是呢，她都用袋子一袋一袋的装好，可是她其实都没有打开来用。然后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看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塑胶袋里面，然后都还保持着，就是新的吊牌还在。那你会觉得这样子的珍惜真的是珍惜吗？这样子真的很可惜，对不对？你看人都走了，结果舍不得用的东西始终没有派上用场，这是我觉得在每一次遗物整理的时候，我只要看到那些标签还在的啦，或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打开过的，我都觉得这个是更大的浪费，这真的很可惜。如果在你活着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享受使用，然后让它服务你，这不是更棒吗？因为物品就是要拿来给人家用的，就是要支持你的。所以你看哦，我在当遗物整理师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么多遗物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就是我丢了一个人一生的累积，这些累积他可能是买来的，别人送他的，他从哪里带回来的，各式各样东西累积，然后变成他四周围的这些物品嘛，就是他的东西属于他的。可是呢，当我们在他离开之后，把这些东西做一个取舍之后，突然会觉得很空虚的原因是，如果这些东西你有好好使用它就好了，很可惜，很可惜。是，我想其实廖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点，我自己有感受，会觉得说，可能因为他很舍不得，然后保留着，想说未来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使用，可是他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可以感受到那种不舍吧，因为你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那种不舍。我想其实刚才啊，我们有一些就我们有个观众，他说我父亲以前开电器修理店的，走后现在留下一堆早期的录影机、电视机、收音机，还有扩音机，各类的电器已经丢了很多，还留下很多有纪念价值的，都是以前他父亲所谓的财产，然后留也不是，丢也不是。邻居说啊，不要丢，是古董，可是可实践也是阻碍的地方吧。所以我想，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他们也是他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然后他们的家里的东西都是40-50年的，很久很久，然后等于他们家有点像时空胶囊这样，然后这些东西他们也舍不得，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结果我们在网络上就是在拾荒这个社团，然后把这个东西抛出去之后，竟然就是有一个导演，他们需要就是有一个剧组，他们需要那个40-50年前年代的家具、棉被，然后甚至神明桌，你想得到的，他全部都把它带走。然后带走之后，那个男生就是预约我们去的这个儿子啊，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在想，我爸爸妈妈的这些留下来的遗物，对不对？它只能清运当成垃圾丢掉，但是在你们的巧手整理之后，把它弄好，然后再送给有需要的剧组。以后我在某一个电影的场景会看到我们家的棉被，我爸爸妈妈的桌子椅子，我觉得这真的是爱的延续，真的超棒。
哎，这个很 Angela，你可以听一下哦。就是刚才我们有这位观众，如果你现在知道，就是廖哥刚才提到的这个点，你说不定可以去卖给一些剧组，然后可以让他再使用、再利用。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拍摄，他们确实需要，嗯，他们真的会很珍惜这些东西的，不妨试试对看。诶，我觉得对，廖哥这个方法很好，但是我们再嗯回过来讨论刚才就是遗物整理哦，因为很多人他会面对亲人的遗物的时候，因为碰触回忆，或者是因为伴随这个碰触遗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舍不得，然后而嗯，且会觉得真的很难整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可能对。问说，那这个要吗？或者你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就会面对很多这种亲情的纠葛，甚至可能会当事人也会落泪啊，或舍不得。那面对这样的时嗯候，你怎么办？你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呢？嗯，有啊。其实我觉得我在整理遗物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无常来得太快，我们不知道哪时候，所以如果可以，我对，希望我们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整理。因为我每一次去遗物整理的现场，我看到大家就是他失去那个亲人，他已经非常难过了。可是呢，如果他又要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就是每一个经手的东西都在提醒我，我已经嗯失去他了，我再也见不到嗯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残忍了。你留下的东西越多，然后整理你遗物的人越难过。所以如果可以，我真的希嗯。望每一个人就是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好好的整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离开。那也许你可以让你的东西少一点，或者是你在你活着的时候就把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对你的家人，遗物也可以变礼物。嗯，哎，这个说的非常的好，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其实我觉得有些年纪长的长辈经常也会说，哦，到时候啊，他会很理性的去做一些规划，倒不是说哦，因为华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要讲这些生死的问题，哎，因为会觉得对对对，这个不好啊。其实呢，嗯，我们在你健康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很多的安排。我觉得不是对，说因为要去触碰这些触眉头啦，因为这个可以帮下一代的人哈，帮你的家人省去很多的麻烦。就是说他到底是，要丢或不丢？我想其实，在我们很健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马上的，而是你就已经把你人生规划的很好。我觉得其实这也是给下一代一些很好的榜样。我想这个问题啊，就刚才你说的，我们其实可能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上的东西，你可以去把你的这些财富做一些，比如说体验啊，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帮助别人啊。我想可以把你的财富用在更好、更值得，就是应该是说把你的财富用在更需要的人的身上，或许你这件事情就会做的不是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放在家里没有用，会让它的价嗯，值会更高。当然，我觉得每个对，人都有他每个人的理财的一个规划，不是一定说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富嘛，人家就说嘛，施予就是给予就是财富嘛。我想这个是一嗯，个很重要的概念。好，那我们再回对，过头，我觉得因为讲到这些，其实自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所以跟你聊的特别多。那我知道你已嗯。经帮助很多的家庭做遗物整理，那么在这个整理遗物的过程里面呢，真的是只有伤心痛苦或觉得麻烦这样的情绪吗？还是说有没有从里面找到某些对于这个家庭活着的人来讲更重要的一些事物呢？哦，有，我曾经去过嗯一个有一个女儿，她其实长期住在国外，但是呢，她妈妈是缝纫师，然后就是在改衣服啊，修改衣服。结果嗯后来妈妈就是因为心脏病发，然后过世。然后过世之后，她把所有的那些布啊，然后线啊之类的，就是搬回她的家，因为她哥哥想要把妈妈的工作室卖掉，然后把那些东西都丢出去。然后她看着那些东西很伤心，就把它全部搬回家。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整理的情况下，就请我去帮她整理。那我在跟她整理的同时，她就有聊起她小时候妈妈教她的很多的怎么去缝纫的技巧啊之类的这样。然后我们在整理的过程，我就告诉她，就是我觉得你流着你妈妈的血，你就是就是这个人生最好的延续。所以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帮你打造一个新的，就是缝纫的工作室，因为我在他们的空间里面，他们是旧的房子，可是我帮他全部把它弄好，然后变成一个缝纫的工作室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你可以帮你妈妈把她未完成的作品完成这样，然后他听了真的是感动落泪。可是呢，在那一天晚上，他就传简讯跟我说：“老师，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室太完美了，搞不好今天我妈妈晚上自己就会回来，变成小精灵，把未完成的完成。”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离别不一定是伤心的事，也许你失去他很难过，可是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这些线啊，这些东西，它可以是一个新的延续，你就是它最好的延续，你是它的血脉，你流着它的血，你用你的眼睛替他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最棒的。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离别不一定是一定要都是伤悲的，因为也许很多人就说你也不知道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许他已经没有病痛，他也没有这种，就是他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你是要祝福他的。当然，我们毕竟是情感，而且家人或者是朋友，就会觉得舍不得。那我觉得，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什么，那我们就是在人间的时候，我们好好的珍惜，就是能够珍惜彼此。尤其是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网上啊，或者是各种不同家庭失和啊，或者是人跟人之间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仇恨吧。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当你要面临死别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变得非常的不重要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为什么不能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跟你就是尽释前嫌？就是我可以跟你和解呀，对不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和解的。我想，我就最后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廖哥哦，因为你在协助这么多人整理就是遗物，因为遗物是真的是非常特别。那您对于生死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体悟呢？我觉得，能活着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像我之前曾经就是跟我的外公，然后拍了一张婚纱照，然后就是外公跟外婆还有我老公，然后我们拍了一张婚纱照。然后呢，在我外公过世的时候，我回去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突然看到他的桌上就只有那一张照片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因为他的东西好少好少，就只有那一张照片放在桌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相片的角落已经捏得烂烂的，然后我就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告诉我，就是透过那张照片再告诉我，你就是我今生最珍贵的宝贝。那你看他的东西这么少，可是让我们体会到他延续的爱在我身上，我就觉得这是我在遗物整理里面觉得最温暖的，就是如果可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留下少一点点的东西，或者是留下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给他传递的最后的讯息，这样子最好的。是。其实刚才听到你这番话，我也其实挖到因为其实你也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分享你的整理心得啊，然后也会分享很多就是你接触到的一些客户，你服务过的这些客户，然后你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跟人心灵之间的碰撞之后，它会产生一些很美好的事情。那这个我特别把它抓下来，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啦。因为就是觉得非常好，我稍微读一下哈。他说，因为遗物整理的关系，你也在就是你提到不要到死了才整理，因为你爱没错，爱你的人对生前整理，无论年龄老少，对人们来说都是重要的。那我想问，就是生前无论年龄，我想要你最后的那一段，我等一下再读好了。我想问你说。就是你无论年龄老少，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吗？对，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当下就好好整理，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但是如果我可以把每一个我生活上的所有事情都整理好了，除了我很安心以外，也许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该做的都做了，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会有遗憾。
对，我想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啊，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我读一下好了，好不好？嗯因为嗯嗯，你提到说东西再贵不用就是浪费，你花2万块对，钱买的鞋子舍不得穿，结果放到发霉，它的价值连20块都不剩。然后你嗯，供在柜子里的限量包，说是收藏，结果等到过时，甚至开始斑驳了，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些斑驳，你已经不想嗯，背了。你囤积的昂贵嗯，保养品，打算重要时刻就是珍惜使用，结果时间一晃直接过期。你以为是在珍对，惜，其实你只是在浪费。如果你真的觉得某样东西很棒、很值得留下，请你一定要优先使用，才能好好享受它的价值。最好用到够本，用到极限，用到哪怕有一天真的坏了、丢了、旧了，你也不会觉得可惜。就很多人嗯，买了昂贵的东西之后，反而舍不得用。但你有没有想对，过，当你一直把它供着、搁着，它对你的价值就是零，甚至是嗯，负的。它不只是占空间、占心思，还每天提醒你一句：花了很多钱买的哦，却从来没有用过。你越想越亏，越舍不得丢。那这样的东西不是资产，是枷锁。东西的价值不是买来的，是用出来的。因为物嗯，品存在的功能就是让你使用，为你服务。一双2万块的鞋穿了200次，一次100元，和一双2万块的鞋穿了一次之后放3年没穿，最后裂开，哪个比较值得呢？一瓶5000块的香水，天天喷，让你的每天心情都很好，和一瓶5000块的香水，在特别场合，结果挥发都光了，那哪个比较划算呢？那我想其实哦，这个真的很重要。你说我想等重要时刻再用，那我问你，什么时刻才算重要时刻？我们最常犯的错就嗯，是觉得以后有机会，但现实是很多东西嗯，放着放着就过时了、变质了，再也用不上。所以，与其舍不得，不如现在就用它，享受它，穿上你舍不得穿的鞋去上班，拿出你那个怕弄脏的包包去逛街，最好的锅子煮平凡的家常菜，点燃那瓶要特别时刻的香氛蜡烛，让你的物品真正的参与你的生活，而不是变成一件占空间的摆设。我想我先读到这里，我觉得这段话，廖哥，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真实嗯，的分享？就是当对，你自己成为就是一个整理师，甚至是你有遗物整理哈，这个过程中你有什嗯嗯。么可以提醒我们的观众，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中的感触？尤其我刚才把这我觉段得真的人要活也在当下。你看呢，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啊，你都对它有期待。也许哪一天我会穿，我再来穿这个洋装；也许哪一个重要场合我才要背这个包包。你现在就是重要场合，你现在此时此刻的你就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美好，你值得用好的东西，你就应该要。你配得上，你现在就应该要带出去，而不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坏掉，然后发霉，然后悔恨。所以，像我说的，如果你想要把它用的够本，你现在就是立刻拿出来用。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舍不得就动弹不得，放不下就付出代价。你舍不得的话，你会被这些东西困住，那你不如让这些东西为你服务，好好的使用它，享受它带来的美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物品上得到的幸福，不是吗？是，觉得非常感谢今天廖哥为我们带来，就是在你的生活经历哦，在你的不能，我觉得这已经不能讲工作经历了，因为每一篇每一个你服务的客户，真的都是一种心灵之间的一些交流跟交汇。那有时嗯候真的会触碰到人生死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学习。我们可以学习别人人生里面，我们可以哪些我们真的可以当做我们的学习跟教训，然后我们可以去真的好好的珍惜当下。好，我想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廖哥的分享。我想今天这一集节目真的已经不是一个节目，真的跟所有的观众做一个心灵的交汇。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检视我们的生活，怎么珍惜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人事物。好，我们所能够跟家里，如果你现在还在考虑要跟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觉得我们现在还在吵架中，我会觉得你现在赶快想一想办法，赶快去和解，因为等到在事情过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我真的不想留下遗憾。我觉得不留遗憾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最后真的还是再次感谢廖哥您精彩的分享，谢谢廖哥，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我想今天听下来，很多观众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些共鸣吧，就是我们一直舍不得穿的衣服，舍不得用的东西，最后可能不是坏掉的，那可能会或者是变成别人的遗物了，就是应该是因为比如说钱再多，东西再多，我们最后真的是都带不走。但是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好的使用过它？这个物品它有它的生命，我们使用过它，它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生命，它会很乐意、很开心、毫无保留的为你付出。好，我想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的好好的活过？所以呢，也许我们都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等到来不及才后悔。哎，当初我真的没有好好对待这件物品，没有好好的珍惜自己。然后另外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学会放手，也学会了珍惜，这样才不会让我们的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对吧？好，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对你的心理也有触动，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离线前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订阅健康1+1，同时也不要忘了订阅99的新频道99健康咖，才不会错过最新的直播。我是9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